一边操作佩洛西访台，一边呢，拜登要与中国领导人通话，这是一次无耻的敲诈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每次计划访台，都能牵动中美关系的敏感神经，而这次佩洛西计划于8月份访台，可能是一次无耻的炒作和敲诈。佩洛西第一次说要访问台湾地区，最后呢玩的是新冠病毒的战术阳性，而这次说要访问台湾，甚至连行程都没有公布。紧接着，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并不知情，指责中国是基于虚假消息而回应此事。拜登的回答更有意思，他说美国军方不认为此时访台是好主意，这就是说美国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呢。那么是不是美军准备好了，佩洛西就可以成行了呢？与此同时，美国的本福特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，并且公开炒作。就在同一天，美国的电子侦察机就出现在台湾海峡的南出口附近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本福特号驱逐舰先是通过台海，再通过中国的西沙领海，然后呢穿越中国的南沙争议海域。当然，这个争议海域是打引号的。这次它又往返穿越了台湾海峡，可以看出来，美国是故意用这么一艘破破烂烂的军舰，一面是向中国施压，一面是炒作台海问题，搞所谓的外交讹诈。美国到底想干什么？其实答案就在拜登的回答里。拜登明确表示，将在未来10天时间内与中国进行沟通对话，这很可能是想通过施压来逼中国让步的意思。如果我们观察中美近期互动的情况，就可以看出来，中国政府给美国人拉了4份清单，目前显然对美国仍处于观察期，而美国一边不断的给中国释放善意，一边给中国施压，其目的何在？拜登不时的释放出要调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，实际情况是美国自己因为高通胀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布林肯刚向中国提出了6个不的承诺，耶伦呢也与中国讨论了限制俄罗斯油价的可能性，表面看起来对中国也有好处。那么观察拜登政府与中国互动的情况，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：欲迎还拒。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与中国进行沟通对话，并希望中国在一些关系到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与美方进行配合，也可以理解为要中国帮拜登政府一把。毕竟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中期选举可能要失败，而其国内面临的高通胀以及俄乌冲突才是他最大的危机根源。拜登政府若是真的支持佩洛西访台的话，大可公开表态，佩洛西要是真有出访计划的话，不会把官网上的不予置评改成无履行计划。佩洛西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，我不讨论我的旅行计划，这是国家安全议题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佩洛西是美国总统的第3顺位继承人，他的访台行程不可能不告诉白宫，也不可能不让美国国务院知道。当然，他更不可能不通知美国军方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他的访台行程一旦落实，非常有可能把解放军引到台湾岛，甚至呢有可能直接开启两岸武力统一的大幕。这将是一场美国无法承受的危机，它涉及到战争，涉及到军事行动，涉及到供应链危机，甚至能够直接动摇美国在全球的霸权。所以佩洛西这次的玩法无非就是想帮着拜登与中国进行沟通对话，让中国能在美国需要中国配合的方面展开合作，以帮助拜登赢得中期选举。但是美国人不要忘了，想用虚晃一招的办法，以及带点挑衅中国大陆对台底线的灰色做法，把中国逼上谈判桌，可能适得其反。
这种卑劣的手段反而让我们明白，美国政府无非是急于转移那些在国内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的问题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们有必要帮他吗？中国目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急着要与美国谈判的议题。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想跟中国对话，那么还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让中国人高兴一点。如果不知道怎么干，那么不妨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政府给他们开出的那4份清单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